车臣反了，普京调查卡德罗夫，其子携巨款将逃往国外。布达诺夫发力，乌克兰安全部队出动，俄总参谋部中将在莫斯科郊外被暗杀。彻底封锁，美军摧毁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关键燃料港口，胡塞失去绝大部分贸易来源。美军计划在非租3万平库房，建立特大规模装备库。美军发动袭击，伊朗最大港口发生爆炸，地底导弹被引爆。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之间的关系正悄然发生微妙变化。曾经被视为克里姆林宫最忠实地方盟友的卡德罗夫，如今正成为莫斯科重点关注的对象。这种紧张关系的出现，既与卡德罗夫近年来权力和独立性迅速扩张有关，也与他个人健康恶化、资产外流以及接班布局密切相关。卡德罗夫自2007年正式掌权以来，一直被普京视为车臣稳定的保障。凭借极端个人化的统治风格和对当地局势的铁腕控制，他在内战后的车臣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交换，克里姆林宫向车臣大量输血，提供财政支持，并默许卡德罗夫在内部实行高压政策。卡德罗夫也确实在多个关键时刻展现了对普京的忠诚，比如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高调支持俄方立场，在2023年瓦格纳集团兵变时派遣自己的部队表态拥护中央。然而问题在于，随着时间推移，卡德罗夫的权力版图早已越过了传统地方首长的角色。他不仅在车臣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统治权，还逐渐扩展到联邦层面，通过军事、经济和安全网络向外辐射。他组建的卡德罗夫特种部队直接听命于他本人，并在乌克兰战争中高调亮相，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这种几乎半独立的运作模式引发了莫斯科的警惕。普京历来主张联邦内部的高度统一和可控秩序，而卡德罗夫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已经对这一体系构成挑战。尤其在近年来，卡德罗夫开始绕过中央，直接与一些外国势力接触。据报道，他在未获得克里姆林宫许可的情况下，与中东国家官员秘密会晤，讨论家族未来的安置和资产转移问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已掌握了相关情报，并在内部上报普京。这一情报内容指出，卡德罗夫家族正在积极将资金、房地产和其他资产转移至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这被视为一种为潜在逃离做准备的信号。与此同时，卡德罗夫迅速推进内部的权力继承安排，最显著的举动是任命年仅17岁的儿子亚当·卡德罗夫为车臣共和国警察局局长，并授予其多个高级职务，明显是在为未来接班铺路。卡德罗夫的健康问题也加剧了局势的紧张。据多方消息，他长期患有严重肾病和胰腺疾病，今年的公开露面中，体态浮肿、行动迟缓的状态屡被外界关注。他健康恶化，使得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开始考虑后卡德罗夫时代的风险评估。一旦车臣内部权力更替出现失控，极端主义势力死灰复燃，联邦边疆局势动荡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普京私下指示安全部门加大对卡德罗夫及其亲信的监控力度，调查其金融活动、海外关系网络以及车臣内部的潜在派系动向。克里姆林宫内部据称已经在酝酿替代方案，研究在必要时逐步削弱卡德罗夫家族的权力，确保中央对车臣局势的直接控制。不过尽管存在不信任防范，普京目前仍然避免与卡德罗夫直接摊牌。原因在于卡德罗夫在车臣地区的统治地位一旦被轻率动摇，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损害普京在国内其他地方的掌控力。因此莫斯科更可能采取软性约束的策略，通过削弱资源供给、扶持替代势力、增加情报渗透等方式，逐步降低卡德罗夫体系的独立性，而不是贸然强硬介入。总结来看，普京与卡德罗夫关系的逐渐紧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反映了俄罗斯联邦体制内部在面对地方权力膨胀、中心与边缘张力加剧的深层矛盾。卡德罗夫正在用行动为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性铺路，而普京则必须在维持局部稳定与防止地方失控之间谨慎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不然后院起火，俄罗斯可能就要彻底玩完了。2025年4月25号，俄罗斯军方再次遭遇重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备受器重的中将亚罗斯拉夫·莫克卡利克在莫斯科州巴拉西哈市遭遇汽车炸弹袭击，不幸身亡。这起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在俄罗斯国内引发巨大震动，
再次暴露出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高层安全局势的日益恶化。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披露的信息，莫斯卡利克中将当天上午外出时，车辆在行驶至一处街道时发生猛烈爆炸。调查显示，爆炸装置被隐藏在一辆停放在路边的大众高尔夫汽车内，爆炸当量相当于300克 TNT， 并夹杂大量金属碎片，以增加杀伤效果。爆炸威力极大，现场一片狼藉。莫斯卡利克当场死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此次袭击并非偶然，而是一次有明确针对性的定点暗杀。俄罗斯调查部门迅速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情报系统，指控一名42岁的俄籍男子伊格纳特·库金为此次袭击的直接执行者。库金据称在2023年被乌克兰情报部门策反，随后潜伏至巴拉西哈市，长期监视莫斯卡利克的行动规律。他通过购买二手汽车，将爆炸装置安装其中，并等待合适时机引爆。在发动袭击前，库金已逃往土耳其，试图逃脱追捕，但不久后被捕，并被引渡回俄罗斯。此次事件被俄罗斯官方定性为乌克兰情报部门在俄境内展开的一系列敌对活动的一部分。实际上，自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乌克兰情报部门已多次被指控在俄罗斯本土策划或执行暗杀和破坏行动，从针对军事设施的爆炸到高层军官的刺杀，手法不断升级。莫斯卡利克的死亡是继2024年莫辐射化学与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利洛夫中将遇刺之后，又一起震动俄军高层的重要事件，显示出乌克兰方面在俄境内的渗透与打击能力。在这些精密行动背后，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安全局及国防部情报总局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他被认为是策划和推动这类深度破坏行动的核心人物。基里洛·布达诺夫出生于1986年，是乌克兰近年来崛起的年轻一代军事情报领导者。他曾在顿巴斯冲突中服役，因出色的前线作战指挥而获得关注。2020年，时任总统泽连斯基将其任命为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上任后，大幅重塑乌克兰情报体系，强调主权进攻、防御兼备的作战策略。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将远程打击、特别行动和心理战置于重要位置。布达诺夫以极强的执行力和冒险精神著称，在他的领导下，乌克兰情报部门不仅成功破坏了俄罗斯后方的补给线，还多次实施针对俄军高级将领和关键设施的秘密打击。布达诺夫公开表示，乌克兰将在俄罗斯本土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削弱俄方战争潜力。这种强硬立场和果断行动使他在乌克兰国内成为民族英雄，但在俄罗斯则被视为高优先级刺杀目标。综合来看，莫斯卡利克中将的遇害不仅是俄乌情报战激烈对抗的缩影，也进一步暴露了俄罗斯高层在内部安全防护上的漏洞。随着乌克兰情报系统在俄境内活动的频繁和精准，俄罗斯可能会加大对内反间谍和安全防卫的力度。而以布达诺夫为代表的乌克兰情报领导人显然已经把战线拉到了俄罗斯本土的心脏地带，这场无声的较量还远未结束。近期，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以及军事设施进行了多次空袭，这些行动是美英联合发起的海神宫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其对红海航运的威胁。自2025年3月中旬以来，美军也对也门境内的胡塞目标发动了超过800次空袭，摧毁了包括指挥中心、无人机设施、武器储存库和经济枢纽在内的多个关键设施。其中一次重大打击是对拉斯伊萨燃料港的空袭，该港口被认为是胡塞武装的重要收入来源，用于资助其军事活动。美军表示，其空袭行动旨在回应胡塞武装自2023年11月以来对红海航运的袭击。目前，美军已经部署包括航母和 B-2 引擎轰炸机在内的多种军事资源，持续对胡塞目标进行打击。尽管美军声称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胡塞武装仍在继续发动袭击，显示出其抵抗能力尚未被完全摧毁。后续美国可能还会采取其他打击手段，让我们拭目以待。近期有报道称，美国海军计划在菲律宾租赁一座面积约为19000至33000平方米的仓库，用于储存和维护军事装备。该设施将位于苏比克湾，
或克拉克经济特区附近，预计最早可于2026年5月投入使用，租期为10年。此举被视为自1992年以来美菲之间最大规模的前置部署行动，旨在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快速反应能力。根据美国海军的招标文件，该仓库将用于储存和维护车辆及相关装备，支持美国在菲律宾及周边地区的部署要求。目前，美国通过增强防务合作协议，在菲律宾拥有多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但缺乏永久性的装备存储和维护设施。此次租赁计划将填补这一空白，提升美军在该地区的作战准备和后勤保障能力。此外，苏比克湾曾是美国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之一，1992年关闭后转型为自由港区。近年来，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美国和菲律宾加强了军事合作，苏比克湾再次成为美军关注的重点。总体而言，美国在菲律宾租赁大型仓库的计划反映了其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和前沿存在的战略意图。这一举措可能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引发相关各方面的关注和反应。2025年4月26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沙希德拉贾伊港发生了一起严重爆炸事故。事故导致港口附近多座建筑受损，部分建筑倒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甚至在50公里外都能感受到。事故发生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德希奇扬前往现场慰问伤者，并指责港口管理不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求彻查爆炸事件。目前港口的货物进出口工作已于27号恢复正常。此次爆炸发生时，伊朗与美国正在阿曼进行新一轮核谈判，事故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和伊朗的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令向伊朗派遣紧急救援飞机和消防人员，以协助应对灾后工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